说到印度，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脏乱差。这一概括不仅适用于生活环境、印度美食，就连印度的航班也能够完美的概括。印度究竟有怎样的魔力，能够让高级先进的印度航班惨遭众人嫌弃？经常坐飞机出差的小伙伴应该都深知一点，评判该家航空好不好，可以说是有多个标准。一是看飞机上的伙食咋样，飞机餐好不好吃；二是看航班到的准不准时；三就是看飞机的安全性到底可不可靠。这些问题在我国的航班上套用的话，应该都能够及格。虽然有的航班上的飞机餐不好吃，但是小零食却非常的好吃，并且看在国内航班服务态度都很好的方面上，这些也都能够忽略不计。并且我国的航班的机长，其中一些还都是从之前开战斗机上退役下来的，在安全性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没话说。但是同样的标准放在印度航班上，顿时就要从及格线变成不及格的水平了。首先呢，就是印度航班的飞机餐，那可真是让人看了之后食欲全无，更不用说用来美美的饱餐一顿了。目前印度航班的飞机餐主要分成两种，一种是素食餐品，另一种当然就是非素食餐品了。之所以这样分类，主要是因为在印度的国内印度民众受到了宗教的影响，所以国民几乎都是吃素的比较多。因此像飞机上的非素食餐品，自然就是为国外的一些乘客所准备的。咱们先来看素食餐品都有哪些。根据网络上的报道来看，印度航班的素食标配大概就是咖喱饭，这也算得上是印度的招牌美食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水果、土豆饼之类的，有的时候还会携带着面包和果酱。如果是一些外国乘客的话，那么放在他面前的非素食餐品可能就是米饭、咖喱、用肉末制作的成菜，再或者是汉堡之类的。总之看起来也没啥好玩意儿。印度总是给人一种脏乱差的感觉，就连印度航班也是如此，单单是饮食方面就让人接受不了，都是咖喱饭、水果、土豆饼之类的。作为对比，大家可以和咱们的四川航空伙食横向对比一番。在川航上吃饭，那体验感几乎可以媲美下馆子，不仅菜品供应就有上百种之外，还有油炸的美食供你选择。为了照顾有减肥需求的爱美人士，在川航上你甚至能够吃到蔬菜沙拉和水果沙拉。除此之外，川航上的肉酱拌面也成为了很多美食爱好者选择川航的一大因素，甚至是成为了坐川航必吃的美食。没试过的小伙伴们可以下次在乘坐川航的时候尝一尝，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吃。在这样的对比之下，想必大家也都能够看出川航和印度的直观区别。就光是美食这一点，想必就能够直接劝退不少人。咱们再来看看印度航班除了美食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劝退之处吗？答案是有的，并且不是别的。印度人那蹩脚的英文，让空姐和印度乘客之间的沟通也变得困难了起来。有人会说，印度的官方语言不是英语吗？为什么印度民众的口语却听起来这么的奇怪呢？先不说别的，首先就举例说哇哒哇哒这个词语，你能够想象出这是印度人在说 water 吗？我想很多人都听不明白吧。并且印度人还非常善于用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说起话来那叫一个手舞足蹈，摇头晃脑。并且在印度，摇头这一含义也神奇的代表了不同的情绪，不满的时候会摇头，喜欢的时候会摇头，不懂得的时候还是会摇头。总归就是不管喜不喜欢，明不明白，上来就是手里比划着，头摇着，然后嘴里再说着含糊不清的英文。也难怪众多空姐会将印度选为最不想飞的航班。飞机餐又不好吃，环境也是又脏又差的，最重要的是飞机上的乘客没几个能沟通，飞一趟下来光是差评都得收到好几个。印度航线为什么是空姐们的噩梦？深扒其中细节，我们常说从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能够看出这个人的性格，同样的从民众的举止上也能够看出来这个民族的民族性格。印度航空上的印度乘客正好能够完美的诠释这一点。首先就说印度民族性格就是太懒了，而且懒出了境界，懒出了花样。为了少出力，印度人可以说是将脸皮这一器官丢到了九霄云外。不说别的，你见过为了不想走路、不想拎行李而全员装成残疾人的表现吗？这种聪明劲儿就能够被印度人发挥的淋漓尽致。一个飞机上都能有30-40个坐轮椅的乘客，一般来说，一架来往印度飞机上的坐轮椅的乘客大概都在20个起步，但是总不能每架飞机上都能够有这么多的残疾人吧？那这20多个残疾人当中，有多少人是真的残疾呢？又有多少人是单纯的犯懒来蹭轮椅呢？其次，印度的另一个民族性格就是爱使唤人，颇有种老子终于扬眉吐气坐回飞机，看我不得好好使唤你们一回。
不仅印度的上层人士是这样，印度的整个社会从上至下一种共有的民族特性，那就是从心底对他人人格的不尊重。一旦得势之后，就非常喜欢使唤别人。具体的做法就是我行我素，非常的自我，别人说什么也不听，有事没事就会冒犯到别人，并且毫无悔改的意思。综上所述，无论是从饮食方面，还是从沟通方面，亦或是从整个印度的民族性格方面，印度航班能够成为全世界空乘的噩梦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